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每天晒晒太阳竟然有这么多好处，可惜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过着两点一线的日子，一天到晚基本都被困在室内。无论是忙碌于写字楼格子间的上班族，还是埋首于书本的学生群体，亦或是长时间宅在家中的自由职业者，本就鲜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阳光，要是平日里还不爱出去晒晒太阳，那可真是错失了诸多益处，亏大了。殊不知，阳光拥有着其他光源难以企及的独特优势，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晒太阳堪称一种既简便易行又高效实用的养生良方。每天晒晒太阳，竟能降低全身炎症，这可不是空穴来风。2024年12月，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颇具权威性的欧洲营养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前沿研究成果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研究明确显示，补充维生素 D 可显著改善脂质代谢异常状况，大幅增强胰岛素敏感性，进而有效降低身体的炎症反应。研究过程中，通过严谨的对比实验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那些补充了维生素 D3 的小鼠体内诸如 TNF-alpha、IL-1β 和 IL-6等炎症细胞因子的含量都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减少，同时血清脂质异常情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研究结果表明，补充维生素 D 能够切实减轻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问题，降低肝脏与体重的比值，以及缓解慢性低度炎症。无独有偶，2022年在国际知名的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深入研究也曾郑重指出，维生素 D 在炎症反应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调节角色。特别是对于那些体内维生素 D 缺乏的人群而言，适量补充维生素 D 能够卓有成效地减轻全身性的轻度炎症。研究结果以详实的数据表明，当人体处于维生素 D 缺乏状态时，及时摄入维生素 D 可以显著降低 C 反应蛋白比率，从而有效减轻炎症。尤其是本身就极度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一旦补充了充足的维生素 D， 对其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十分显著，益处多多。说到这儿，维生素 D 这个频繁出现在我们耳畔的词汇，大家或许都耳熟能详，可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神秘物质呢？实际上，维生素 D 还有一个颇为形象的别称——阳光维生素。这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通过适当晒太阳是我们获取维生素 D 的最自然、便捷的方式。不过，这里有个关键要点需要格外留意，那就是只有让皮肤直接毫无阻隔地暴露在阳光下，才能促使身体顺利产生维生素 D。因而，每到寒风凛冽的冬天，阳光相对稀缺，这个时候就更得多晒晒太阳。如此一来，身体才能源源不断地生成足够的维生素 D， 充分发挥其帮助身体减少炎症的神奇功效。晒晒太阳，好处真不少，且看以下诸多有力佐证。1. 降低肠癌风险。2021年发表在专业医学期刊 BMC 公共卫生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通过对全球186个国家浩如烟海的数据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分析后指出，紫外线照射与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之间存在着极为显著的相关性。令人警醒的是，随着年龄的逐步递增，那些紫外线照射越少的人群，罹患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就越高。这项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地评估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年龄阶段维生素 D 缺乏状况与结直肠癌发病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得出的结果确凿无疑地显示，维生素 D 的缺乏将会大概率提升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而这一紧密的负相关关系在45至59岁这一关键的年龄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为肠癌的预防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2. 帮助降低血压。
2020年，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刊登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晒太阳的又一神奇功效，有助于降低收缩压。研究团队不辞辛劳地分析了近4600万个血压读数，在经过海量数据的对比与甄别后，惊异地发现，除了环境温度这一常规因素外，太阳紫外线照射竟然与较低的收缩压紧密相连。研究者据此大胆推测，这无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即日照不足很可能是高血压的一个此前被忽视的新危险因素，甚至在普通大众人群中也同样如此，为高血压的防治开拓了新思路。3. 降低痴呆风险。2022年发表于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医学委员会内科学上的一项纳入多达36万余人、持续长达9年随访调研的重磅研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为我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适当晒太阳对于预防老年痴呆有着不可小觑的助力。研究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清晰地显示，户外日照时间与痴呆风险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巨型曲线关系。具体而言，当户外日照时间平均每天达到 1.5 小时，夏季每天2小时，冬季每天1小时，此时痴呆风险处于最低谷。反之，一旦户外日照时间偏短，痴呆风险便会显著攀升。令人啧舌的是，与平均每天接受 1.5 小时户外光照的人群相比，户外光照时长每减少 0.5 小时，痴呆风险竟然会骤增 28.7%。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晒太阳对预防痴呆的关键作用。4. 远离负面情绪。2021年，在专注于情感研究领域的情感障碍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涵盖超4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白天缺乏光照已然成为抑郁症状、情绪低落以及失眠等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天确保获得足够的自然阳光照射，则能够切实改善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提升睡眠质量。研究人员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后，明确指出，白天在户外光照下所停留的时间越长，个体所表现出的抑郁症状就越少，使用抗抑郁药物的概率也会随之越低，睡眠质量更是会得到显著提升，失眠症状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为改善心理健康提供了新路径。5. 有助于心血管健康。2019年刊发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的一项聚焦于欧洲中年人群开展的横断面研究表明，多晒太阳就如同给身体注入一股健康能量，它能够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同时降低甘油三酯水平，双管齐下，从而为降低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病发生风险立下汗马功劳，为维护心血管健康开辟了新方向。虽说晒太阳益处多多，但晒太阳可是个技术活，若想做到晒太阳安全、有效、获益最大化，那么一定要注意到以下5个细节。1. 选择合适的时间晒，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冬季紫外线强度相对较弱，对皮肤的伤害较小，此时可选择在阳光最为充足的中午时段外出晒太阳，尽情享受温暖阳光的滋养。而夏季则截然不同，紫外线格外强烈，稍有不慎就容易晒伤皮肤，所以就要明智地选在早晚阳光相对柔和的时候出门，避开紫外线的锋芒。2. 每天晒15至30分钟。要知道，长时间毫无节制地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可吃不消，不仅可能会被晒伤，还会大幅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通常情况下，每天进行15至30分钟的日光浴，便足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日常需求，不多不少，恰到好处。3. 阳光与皮肤直接接触。或许有人会心生疑问，能隔着玻璃晒太阳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隔着玻璃晒太阳，紫外线中的大部分有效成分会被阻挡，效果会大打折扣，
严重降低维生素 D 合成的效率。所以，晒太阳的最佳地点非户外莫属。如果因某些特殊原因不得不选择在室内晒太阳，那也一定要打开窗子，让阳光毫无阻碍地直接与皮肤亲密接触，确保晒太阳的效果不打折。4. 多晒晒四肢和后背，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一般而言，躯干部位的皮肤相对娇嫩，对日晒的敏感性要高于四肢，上肢皮肤的敏感性又高于下肢。面部皮肤更是薄如蝉翼，需要格外注意防护，以免晒伤。然而，手背、肢端、胳膊、腿这些部位的皮肤厚度恰到好处，是接受紫外线照射、促进维生素 D 生成的理想部位。简单易记的口诀便是：夏天短裤、短袖，尽情展露肌肤；冬天露出双手，迎接阳光洗礼。此外，晒晒后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仅感觉浑身舒畅，而且极其有利于维生素 D 的生成，为身体加足能量。5. 晒太阳后记得喝水，这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阳光照射后，皮肤及其皮下组织的血流量会出现明显增多的现象，再加上身体通过加温作用出汗也随之增多，如此一来，血液中的有效循环血量便会显著减少。所以，为了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晒太阳后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避免脱水情况的发生，确保身体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总而言之，晒太阳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实则蕴含着诸多养生智慧。让我们充分利用这免费又天然的阳光资源，开启健康生活的新篇章吧。